好，來關心的是機械狼現在搶灘，另外四川艦電磁彈射也亮相了。解放軍現在可以說是打了這場 AI 的立體軍團戰哦，到底戰力如何？等一下我們來做評估。另外呢，川普砸了9兆，這個是換算成新台幣的價格哦，打造15艘的巨艦，飛彈堡壘打得過無人機，來自於解放軍的無人機群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好，未來的戰爭到底是屬於川普現在這一派的，也就是成千上萬不怕死、不會疲憊的這些無人軍團，這解放軍派的，還是屬於這種造價數百億美元、火力可以毀掉非常多的超級戰艦呢？今天我們來做一個解析哦。中美之間的競爭，我們先來看，因為中國大陸呢，它特別祭出了它的制勝的宣傳片，當中可以看到機械狼取代了士兵，而且呢，這些機械狼看起來戰力非常的強，還可以在上頭搭載不管是火箭炮或者是機槍等等，做第一線的衝鋒攻擊。我們先來看一段現場的最新畫面。像我們特別看到的是機器狼哦，那它不只是火力攻擊而已，它還解放軍的部分把它分成了一共是3個角色。我們趕快來看到哪3個角色呢？第一個，它有一個叫做暗影的角色，主要是負責偵查跟目標的搜索。第二個是浴血，它會直接來做火力打擊哦。那麼最後一個是極地，極地是主要是運送這些彈藥啊，還有它的裝備跟戰場做支援等等。背後其實還有一個叫雲腦的系統分散任務，負責的就是調度，讓不同的機器狼可以組成這種不同的小型的作戰群。首先請教酈將軍怎麼看中國大陸公布的機器狼會改變未來的戰爭嗎？我們經常講9條好漢在一班哈，其實不是這9個士兵來講，他所攜帶的武器裝備是不一樣。第一武、第二武號稱步槍武，他帶的是步槍；第3武叫做反裝甲破壞武，它為什麼叫反裝甲？因為它攜帶的是66火箭彈，所以一個班來講，你看它就必須有這個基礎的步槍班。那步槍班裡面又有分這個2個步槍兵哦，另外一個是這個班用機槍兵哈，所以是一個 team 來講的話，9個人所攜帶的武器不見得一樣。那我們現在看這些機器狼是不是就完整的一個是戰鬥的一個組合哈？那第一個它有偵察目標的搜索能力。也有火力打擊就是火箭炮支援的能力哈，也有運送彈藥的能力。運送彈藥我們稱之為什麼？就像我們經常這個在部隊裡面都聽到嘛，彈藥兵哈，這個機槍彈因為打得很快，所以後面來講必須要持續的彈藥補充上來，不然的話，像這個一個彈夾哈，像我們這個你知道我們步槍來講，30發子彈那速度有多快？如果你開全自動的話，第一個彈殼還沒有掉地上。最後1發子彈已經打出去了，所以那你一個彈夾打完以後，一個士兵身上最多只帶5個彈夾，槍上面1個，身上帶4個，那你想想看，你這場戰鬥能夠持續多久？那彈藥又很鈍重，所以必須要有彈药兵。所以你看到這個機器狼來講的話，它有偵察的哈，偵察我們步兵叫做尖兵了哈，有搜索的，有機槍兵哈，班用機槍這個還有火箭彈兵，所以是完整的一個作戰的 team。那第二個我們講這雲腦，那就很重要了。你知道我到現在為止，我還會下射擊口令。班長怎麼下射擊口令呢？華哥應該聽過吧？這個全班注意，這個第一基準點右2指符敵機槍陣地一體集火射擊。你看我這講完多有時間。可是如果說是雲腦在後面指揮的話，他一個啪指令下去，所有的機器狼全部朝那個目標開始集火射擊，很快就將目標這個摧毀掉，而且它的射擊精度更精準。我講的是，雖然說這只是一個戰鬥的層級，可是因為機器狼本來就是戰鬥的一個戰具而已，所以你必須從這個戰具方面來了解。那另外我們看到，如果說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鏡頭，它在2棲登陸，如果做過2棲登陸，在沙灘上面這個登陸你就知道，2棲登陸的戰力是從0開始在成長的。為什麼？你在水裡面的話，你是毫無戰力，甚至於你在沙灘上面，你知道人在沙灘上面跑，那個水只要到了腳踝你就跑不動，但你跑的速度就會很慢。不信各位，你到游泳池裡面去走路看看，你不要說跑，你光走就很慢哈。再加上那個槍怕水，
然後臥倒的時候，那個槍管又會塞進沙子，槍管裡面只要進了沙子，我跟你講，這支槍射擊的時候就膛炸，是因為這樣來的。後來這個老美在沙漠裡面研究一種方法，就像保險套套到槍管上面，就是防止沙子進去。那我們現在看到這種機器狼它這個機槍或者步槍，它是在背上，它就可以就不會有這種沙子或者是說這個髒東西進入到槍管造成膛炸的問題哈。所以我覺得整個機器狼的戰鬥確實是未來戰爭之中除了無人機之外很重要的一種武器。特別我強調一點，機器狼適合什麼地方作戰呢？適合城鎮戰。那我們台灣如果說想要打城鎮戰的話，我們事實上在這方面必須要加強。那美國到現在還沒有機器狼，所以美國他們承認一件事情，他沒有城鎮戰的武器跟裝備。好，這個是有關於機器狼的戰力哦。那未來這個戰場會不會中國大陸解放軍要呈現的是海陸空一起聯合做進攻呢？我們講的陸就是這個機器狼的推進來突破防線。那如果再加上比如說天空中的現在用最多的無人機，這個是空中的，再加上海上的四川艦，主要負責指揮跟支持這些最主要的中心，會不會就成為一個 AI 共享情報的立體作戰呢？等一下請幹哥來看。我們先來看到剛剛我們看的這個宣傳片的制勝當中的另外一個亮點，就是海上的076四川艦了。這一艘超過4萬噸級的大型艦艇，被視為是中國大陸海軍走向無人機航母的重要一步。那麼首度曝光的就是它的電磁彈射的畫面了。好，畫面中我們等一下也會特別來秀一下影片哦。那076如果它真的具備電磁彈射的話，它就不是只是傳統的2棲攻擊了，而且是它可以搭載更多的固定翼的無人機來進行遠端的偵察、電子干擾，甚至發動攻擊。這種立體性的作戰搭配 AI， 幹哥怎麼看？因為076它其實是承繼075啊，075它就是純粹的2棲攻擊艦啊，但是076它現在的功能好像被有點渲染的有點複雜了啊？為什麼？因為最新央視釋出的畫面是它試飛了質量車。什麼叫質量車？就是電磁彈射的那個測試。因為那個質量車的重量是跟一架殲35完全一模一樣的。也就是說，我在嘗試用一樣的質量來這個發射這個質量車出去之後，是不是萬一有一天我們要用殲35逆中戰機發射出去的模式是一樣的呢？現在就是在修正這個問題，你知道，因為殲35還沒有正式上那個076的這個甲板，但是呢，不是光是這個質量車也要測試殲35之外，還可以測試空警600，還可以測試其他的，比如說殲15戰機等等。當然，我們現在講的就有點複雜了，但事實上最有可能以它的大小跟它的功用的話，應該是殲35最合適。那光是這個測試，我告訴你，至少要進行5000次測試，不少於5000次才算成功。也就是像美國最早在測試蒸汽彈射的時候，也是一樣的道理。所以大家看到已經開始測試了，代表它很快就會成軍了？沒有，要經過很多很多的失敗教訓，你才會成功。電磁彈射在這麼大的載具4萬噸的載具上面，它比那個福建號它要小一點，但是它的原理是完全一樣的。你能不能夠用這個質量車發射成功？將來我們就可以發射殲35，或者我們殲35先擺着，我們先讓攻擊11服役。因為攻擊11是現在我們公認，大概全世界都公認，大概是海軍艦上能夠發射最重型的無人機了。這個無人機可以攜帶的那個彈藥量那是讓美國海軍都會害怕的。是，而且它的航程跟航續距離都非常遠。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四川艦，它在密集在測試這件事情的話，對將來它的部署是有一個很大的意義。也就是說，四川艦它已經不是傳統的2棲攻擊艦了，它也許還能夠攜帶登陸艇跟登陸氣墊艇，但是它可能它的甲板上全都是無人機，就會成為無人機
母艦。我覺得這個進度已經比我們想象中要快得多。成軍之日恐怕很快就會達到，也許明年或最慢後年，它就能夠成軍了。好，這邊是我們剛剛看到解放軍一系列有透過 AI 操作的這種無人化的作戰。那我們來看到美國的部分，其實他現在打的還是一個比較傳統的一個戰爭的道路。那就是川普他現在最新消息，他要打造的這個叫做超級戰艦，他說這個叫做川普級的核動力飛彈戰艦計劃。好，預計的數量現在說呢會造15艘。首艦可能命名為挑戰者號，也就是川普最喜歡的類型哦，非常巨大，火力非常強，而且非常的貴。多貴呢？第一艘造價234億美元，後續還有14艘哦，折合全部加起來大概是新台幣換算9兆元的新台幣。然後他說，這個是可以長時間部署在海上的核動力飛彈城堡，未來搭配垂直發射系統，可以有更強的雷達、電子戰設備，甚至高超音速武器都把它用進來。漢庭怎麼看？這個它會不會成為最強的戰爭武器啊？當然不會，但它會成為最貴的一項武器。這邊說有3個缺點，第一呢，價格太貴，但是還好啊，畢竟呢，雖然有點痛，但美國有錢嘛，所以咬咬牙可以撐。那第二個，造艦時間很長，這個也是很大的缺點。但是而且因為它8年後才能夠服役，8年做一艘，表示什麼？就是當這一艘艦做好的時候，那對手的反艦導彈可能已經迭代2代了。所以你造出來的東西是已經落後於當時的時代。好，但是這個呢也不算太大的問題。真正最大的問題就是第3個，它淪為大型標靶，這才是真正的死刑判決。因為雖然現在說它預計要裝的火力很強，但火力強不等於戰爭武力最強，因為現在戰爭是體系化的对抗，單艦再強也扛不住所有的飽和攻擊，所以它3.5萬噸的核動力平台，它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標靶。現在又有衛星、有高空偵察機、有超視距的雷達，它藏都沒有地方藏啊。那所以呢，透過各種的反艦導彈啊、高超音速的巡航導彈啊、龐大的無人機群啊，或者是潛艇的伏擊，那它就很容易被攻擊。那雖然它也會有一些防禦的設施，激光武器、電磁軌道炮啊等等的，但如果來的是飽和式的攻擊，比如數十枚的反艦導彈，數百架的無人機同時來襲，那它的防禦系統一定超載。所以一枚的東風21，如果突防成功，它的200多億美元立刻打水漂，因為就在水上就打水漂了。而且大家不要覺得侯漢廷你懂個屁。因為這話都不是我講的，這是什麼？這是美國海軍自己講的。美國海軍2022年自己說，未來的海上艦隊應該是要更多、更小、更智能、更便宜，對吧？不是去搞一個單一更大、超大的龐然大物，然後呢擺在上面給大家來打。所以，川普自己的計劃，其實就連美國海軍自己都看不下去。美國的智庫 CSIS 坎西安的上校直接撰文說，黃金艦隊的戰列艦永遠不會起航。他認為，因為這種做法跟現在海上作戰的學說完全不符，跟實際作戰完全不符。川普任內也做不成，未來的政府大概率呢也會在下水之前取消這個項目。所以呢，這種東西呢，如果美國真的要做，我們就祝福他。好，謝謝漢庭。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